你发什么疯？婆婆用恶毒的眼神盯着我，做事要来打我。我把地上的盆往她那边一踢，她没站稳，摔了个狗吃屎，全身都裹上了地上的饭菜。其他人反应过来后，连忙整理自己的衣物，毕竟桌子是往他们那边掀的，在场的除了我，一个都没幸免。你不是不让我上桌吃饭吗？那我饿着，作为一家人，你们不该一起。我淡淡一笑，用手捂住鼻子，眼里满是嫌弃。我说嫂子，你这也太小气了，我穿的可是限量版球鞋，你怎么赔我？小叔子指着我鼻子就骂，就是在座的都是长辈，你这是大不孝。二伯连声附和，公公更是暴跳如雷，说要给我点颜色瞧瞧。要不是我与他们之间隔着这一地的污秽，早就冲过来打我了。马欣啊，你看看你这媳妇要反了天了。婆婆坐在地上鬼哭狼嚎，双手拍打着双腿。我早就说这样的媳妇不能要。我除了笑，实在是想不出其他表情。我的老公跟死了一样，一句话也不说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我以为大家都不想吃饭呢。小叔子，你哥会赔给你的。小叔子气急败坏，脱下鞋子就往我这边甩。他会甩，难道我不会躲吗？老公，你说句话呀。我双眼盯着马欣，我就不信他一个字都说不出口。我看到马欣脸上闪过的愤怒，却是一闪而过。等我回过神，已经看不到了。随后便看到他温柔开口：“先处理了吧，你这是胳膊肘往外拐呀。”儿子，婆婆听了这话更是不得了，冲到门口把门打开：“大家都快来瞧瞧我这反了天的媳妇！我们这是个老小区。”她这一闹，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老头老太太。婆婆见有人来，就拉着人家的手控诉我的不孝。不一会儿，周围的人就对我指指点点。我不屑一笑，冷笑：“老钱婆，跟我玩舆论这套是吧？”随后，我坐在地上撒泼打滚。我命苦啊，遇到这样一家人，我才嫁过来就不让我吃饭，那我怎么活呀？我学着婆婆的模样，拉住其中一个大姐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我就是一个外人，这一家子都欺负我。你胡说！婆婆冲过来就要打我，我马上躲在大姐身后瑟瑟发抖。你们看呐，这是家暴。昨天才办的婚礼，小区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是才嫁过来的人。见状，他们一个个的开始指责婆婆他们。老婆，我们不闹了好不好？马欣走过来想把我拉起来，我没搭理他。我说小伙子，人家才嫁过来，你们就这样对她？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有看不下去的人先开了口。马欣见状，马上拉住我说道：“今天就是一个误会，老婆，你先别激动了。你知道我是最爱你的，现在知道说话了。刚才是谁跟死了一样？我实在不是一个大度的人。他刚才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寒了心。我以为我嫁过来会很幸福，没想到第一天就给我来个下马威。他们这一家婚前可不是这样对我，巴不得我早点嫁过来。现在可能是觉得结了婚就把我拿捏住了。休想，她再怎么不对，也是我妈呀。老婆，你让着我妈一点行吗？马欣拉我，她是你妈又不是我妈，我凭什么让她？而且这也不是你们一家人欺负我的理由。我瞪她，人家姑娘嫁过来可不是让你们逮着欺负的。就是，其他人也帮我说话。婆婆见情况不对，也连忙过来安抚我，说她是无心之失，一家子把好话说尽，我才停止哭闹，让邻居们都散去。经过这一闹之后几天，婆婆倒是消停了不少。不过我是不会忘记她给我的下马威，再敢惹我，我会闹得他们一家鸡犬不宁。我也开始留了一个心眼，怕他们再对我做出什么事来。同时，我也在思考我和马欣的关系。我犹豫了很久，
一是毕竟刚结婚，我不想让父母担心；二是马欣后边也跪了榴莲，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情况。我还是心软了。一日，我刚起床，小小啊，你看你小叔子也没个正经工作，要不就安排在你爸妈公司里吧。婆婆讨好似的给我倒了一杯水，小叔子也连忙坐在我身边。嫂子，我哥就我一个弟弟，这次你帮我，以后我好了肯定也帮你们。我心里冷笑道，就他那个样子能帮我什么？好吃懒做，网瘾又大，已经25岁还一无是处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小叔子要吃点苦头。我放下水杯，故作为难，他想工作就去喽，去搬搬仓库里的物质也没有什么不行。我打了电话给我爸妈说了这件事，没过几天小叔子就去上班了。隔天我回到家，就听到小叔子咒骂的声音，这个死女人竟然让我做苦力活，妈，你可要为我做主，想不到这个贱人竟然这样。婆婆说的咬牙切齿，见我回来语气更加恶毒，你必须重新安排一份工作，她初中学历，我给她安排这个工作已经不错了。我一脸无辜的耸耸肩，我不管，公司都是你家的，给我安排个管理层怎么了？小叔子用手指着我，你就是看不起我。我翻了一个白眼，管理层，你也配？爱干干，不爱干滚蛋。见我态度坚决，婆婆做事想打我，但似是想起了什么一般，又收回了手。你给我等着，看我儿子怎么收拾你。我满脸不屑，马欣也不过是和稀泥，他可不敢对我做什么。果然，马欣回家后，婆婆只是给她告状，而我也明确告诉她不可能。老婆，他好歹是我弟弟，从小也没吃过什么苦，我们有条件就帮帮他吧。马欣的语气似是有些疲惫，若是以前，我肯定心疼他，但是现在经过了他妈的事，我不想那么拎不清。那是我爸妈的公司，跟你我有什么关系？而且他在仓库闹事，损失了好几万，你要我给他算账吗？马欣的话哽住了，他弱弱开口：“老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”我没搭腔，马欣知道我生气了，于是连忙安抚我，直到我终于笑了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老婆，我晚上带你出去吃你最喜欢的那家日料店。好，那老婆，我去咱家公司上班的事情，你问过爸妈了吗？趁势，马欣又问我，顿时我有些不悦，不知是不是因为最近的事情，我总感觉马欣在对我玩心眼子。我淡淡道，这段时间太乱了，我还没给爸妈说，不过你现在也升职了，去我们家公司干嘛？马欣顿了一下，不自在道，我只是觉得爸妈太辛苦，想帮帮他们。我没搭话，马欣又开始软磨硬泡，无奈之下，我还是给爸妈打了电话。电话那头妈妈有些为难，小小，公司暂时没有适合马欣的职位，不如过段时间再说吧。马欣能有这份心，我们也很开心，听到了吧？你先在你公司好好干。电话开得免提，马欣也听到了电话那头的声音，他叹了口气，笑意浅浅。那我就继续努力，努力给小小更好的生活。说罢，他往我额头上吻了一下，我捂嘴笑了起来。妈，先挂了，你们多注意身体，过2天我就回来。马欣把我拥入怀里，我闻到了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清香，他从来不喷香水，味道却很好闻，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之一。躺在他的怀里，气也消了不少。我脾气不太好的，马欣也迁就了我6年。对了，娜娜明天搬家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帮她？搬哪儿去了？现在住的不是挺好的吗？我玩弄着她的手指，漫不经心道：祥瑞晚。
马欣把手抽了回去，坐直身子。我还是不去了，最近公司可太忙了。好吧，你最近真的很忙哎，我有些不开心。自从结婚以来，马欣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家，搞得我在这个家里跟外人一样。婆婆天天拿个眼睛瞪着我。马欣好似察觉到了我的不开心，立马过来哄我。半夜，我模模糊糊感觉到马欣出去接电话，本能地问了她一句：“是谁呀？”大半夜的，迷糊之中，我看见马欣立马把手机关掉，回头和我说是一个朋友。你先睡，宝贝。第二天醒的时候，马欣已经走了，床上也没有她的余温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马欣这段时间很反常，好像在躲着我做什么。之前我从来没有疑心过他，可最近总想查查他在做什么。我狠狠地晃了晃脑袋，心想我不能这样怀疑他。今日出门的时候，婆婆又死死地盯着我，我白了她一眼便出了门。去何娜家的时候，她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，见我来了，她马上勾着我的肩膀：“走吧，让你看看我的新家。”遵命。何娜搬新家的小区是当时我们一起去看的，我想买她隔壁来着，但是马欣说有更好的选择，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现在想想，当时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。两处地方离得本就不远，很快车就开到了小区里。刚下车，我就看到一个女人脖子上戴着的项链有点眼熟，那个项链是我和马欣一同去做的，当时一人做了一条，上面各自刻着名字首字母，只不过马欣哪一条不知道掉哪儿去了。本想着去问问，但万一是人家做的同款就说不清了。很巧的是，经过那个女人的时候，我眼尖发现了项链上的呢。真的有这样巧的事？在看什么呢？何娜用手在我眼前晃了晃，我这才收回目光，看到一件很熟悉的东西。等我再回头时，已经没有看见那个女人了。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把马欣拍醒，问她记不记得那个项链，不是已经掉了吗？我今天看到一条很像的。马欣，你不会背着我找小三吧？我怎么敢背着老婆大人找小三？马欣说的自然，不像是心里有鬼的样子。最好是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我醒来时，马欣就走了。他最近早出晚归，我心里总是不安心。得了吧你，谁不知道马欣是最宠你的？当我把疑问给我的朋友们说了之后，他们都立刻反驳我，但我就是不安心。马欣对我是很好，不管我怎么发脾气，怎么作死，他都会小心翼翼地哄着我。在大学时期，我们是让很多人羡慕的对象，可是结婚后，我感觉他变了。你这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要是遇到我老公，你怕是会疑神疑鬼。小小，你觉得他哪儿不对劲？何娜是第一个这样问我的。他最近早出晚归，虽然会哄我，但我感觉他的态度跟之前不一样，但也说不上来哪儿不一样。那你怎么不查查他？女人的第六感很准的。我有些犹豫，婚姻本就是要相互信任的，要是查出来他没有问题，被他知道了，我要怎么解释？何娜像是看出了我的疑惑，说道：“我帮你查，要是没查出什么，马欣也不会怪在你的身上。”没过几日，何娜就着急地把我约出去，说有很重要的事跟我说。我心里隐约感觉到了什么，心跳得很快。到见面地点的时候，何娜连忙拉着我坐下，一脸着急地摸出手机，打开相册。你看，这是不是你老公？不用细看，我都认出了这是马欣，和他在一起6年。他化成灰我都认识。看到照片，我胸口像是有一块石头堵住一样，喘不过气。照片里的他牵着另外一个女人的手，旁边还有一个小男孩。小男孩看身高应该是有2岁左右了。我是小3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
要不是何娜在一旁劝我冷静，我早就冲回去了。这男的瞒着你重婚，他是不是图你什么？何娜握着我的手安抚着我。和马欣在一起6年，从大学到现在，我们的感情一直都很好。虽然他家境不好，但人很上进，也愿意为我花心思，会照顾我的小情绪，随叫随到。我根本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的异常。你说我们是不是误会了？万一这是他亲戚之类的呢？我还是抱有一丝侥幸心理。我不想这6年的感情变成这样。何娜也很无奈。那天回去我就开始查他，但没想到竟然在小区里碰到他们了。他们一起上了楼。我有意观察过，你老公天黑了才下楼，就是前天的事。我忽然想到，前天我让他陪我出去吃饭，他说公司有事走不开，让我先自己去吃。因为和婆婆闹了不愉快，所以我都没有和婆婆他们一起吃饭。你准备怎么办？我把你叫出来说，就是怕你在家里太过激动。此刻我已经冷静下来了，回想起了这几天的种种，马欣除了早出晚归，没有任何异常。真的是我太相信他了。思索良久，我开口道：“那我先去会会这个女人，万一她认识你呢？你忘记了我们的化妆术了吗？画的连我妈都不认识的那种。”我和何娜相视一笑，随后就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化妆品，说干就干。到了小区，何娜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女人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小区里的宝妈都汇聚在这儿，这就是他们的交流地点。我和何娜假意被可爱的宝宝吸引，借机搭话，没一会儿就靠近了那个女人。我和何娜一个劲地夸他们，那女人的嘴都笑得合不拢。果然女人是经不住夸的。很快我们就聊了起来，聊着聊着就到了饭点。我示意何娜让他们来家里吃饭。女人见我们聊得来，便说道：“我儿子吃的都在家里，要不你们去我家吃饭，我给你们露一手。”既然他都这样说了，我们当然不会拒绝。不过我还是假意说了一句：“不会打扰到你的家人吧？我平时都是带着儿子住，不打扰的。那你老公呢？”我们边说边起身。要不是我清楚来的目的，都会和这个女人聊成朋友。很快就到了她的家，一进门就看到马欣和这女人拍的婚纱照，我差点气晕过去。这马欣玩得真花，要不是何娜在我旁边，我真的会一巴掌扇过去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这是你老公啊！我心里非常不爽，但脸上的笑还是没有减去半分。说到这个，女人脸上的笑意更浓。对，只不过她经常不在。我环视了一圈，这里到处都有马欣生活过的痕迹，比如阳台上挂着我找不到的那件衬衫，比如茶几上放着他说弄丢的剃须刀，还有我给他买的很多东西。我握紧拳头，很难去想象他们一家人幸福的模样。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。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呢？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。我们是3年前结的婚，但我们是青梅竹马，从小就认识。女人笑着，带上围裙问我们有没有借口的。原来我才是那个小三，心跳得厉害。我不知道我怎么吃完的那顿饭，很多时候我都不敢想象今天经历的一切，难以消化。何娜见我难受，让我住在她家，先不回去了。我与何娜说了很多很多，说我和马欣如何认识，如何相爱。当时他给我求婚的时候啊，你们都在啊，他满眼都是我，他怎么就那么会装呢？我说着便笑了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酒精已经不能麻痹我的大脑，一闭眼就是和马欣相爱的画面。第2天回去的时候，婆婆在看电视，见我回来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才结婚就夜不归宿，也不知道去哪儿鬼混了，关你什么事？”我对了回去，白了她一眼：“你去哪儿了？怎么都不接电话？我担心了你一晚上。”马欣听到我的声音，
连忙从卧室出来，脸上的表情很丰富。都是假的呢。我朋友失恋了，她男朋友瞒着她结了婚，连孩子都有了。我安慰了她一晚上。马欣和婆婆的表情都很不自然。我冷笑一声，脱了鞋往卧室走。关门时回头说了一句：“你今天不上班吗？我很累，不要打扰我睡觉。”我现在觉得很恶心，拒绝一切与马欣的触碰。下午，我是被何娜的电话吵醒的。马欣又去找那个女人了，要不要去捉奸？马欣还真是忙碌，我还以为她工作是有多忙，原来是要两边跑啊。等我收拾收拾，杀了那对狗男女，挂了电话，我就冲到了那个女人的家门口。只是还不等我们敲门，就听见了里边吵架的声音，里边瓶瓶罐罐摔在地上的声音很是清脆，看来吵得很厉害。何娜小声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他们吵了多久，我只听见那个女人撕心裂肺地吼道：‘你什么时候能拿到那个女人的财产？你逼我做什么？做这种事，要是露出破绽，我们怎么办？’我听得毛骨悚然。他们想怎么拿到我的财产？是要杀了我吗？最近看到了很多杀妻骗保的新闻，我忽然想到，婚前我们都为对方买了报销。那个时候，马欣说买了保险，生活都会安心很多。我一点都没有起疑，直到此刻，我才想起了很多细节。比如他说他老家房子垮了，要重新修，我二话不说就把钱给了他。比如婚礼是我出的钱，比如房子车子都是我的嫁妆，比如他哭穷说不忍，让爸妈一辈子的积蓄拿来做彩礼，所以我只要了他的10万块，并且结婚后都放在了我们共同的卡里。我从来没有管过马欣工作这么多年的工资，在我的意识里，他还是那个没有什么钱的学生。我从不缺钱，爸妈有个小公司，说不上大富大贵，但也不差。我的头像炸开了一样，疼得厉害。我才意识到我有多可笑，就是一个傻子。一开始我父母并不同意这门婚事，是马欣不死心，偏要做出成绩给我父母看，在公司算是年轻有为的部门经理了，这样我爸妈才答应我嫁给他。他真的很会哄人，把我爸妈也哄得特别开心，逢人就说他们有个好女婿，真是个好女婿，真是个好老公啊。既然这样来日方长，我倒要看看他们会怎么对我。我浑浑噩噩地回了家，婆婆一改往日刁钻刻薄的样子，招呼我去吃饭。既然她都这样了，我当然要配合，期间还主动给她夹菜。隔天我就买了针孔摄像头，放在家里的各个角落。本来想定位马欣的手机，但这样太容易发现了。于是我让何娜把马欣的照片给小区的保安看，说这个人出轨，但凡他来了就通知一下我们，几条烟就搞定的事。毕竟大家对出轨的人都没有好印象。何娜和那个女人的关系越来越好，甚至还约着出去吃饭，这些都在我的计划当中。新房本来还有几天就装修完了，过1-2个月就可以入住。我让师傅暂停施工，说钱是不会少他们1分的。最可笑的是，房产证上还写着马欣的名字。作为一家人，我对他从不吝啬。刚刚停工，马欣就回来问我怎么回事。老公，我有几个地方不满意，让设计师重新设计了。一开始不是都商量好了吗？可以现在人家有新的想法了吗？老公，你是不是不开心？我凑到他跟前，盯着他的眼睛，他很快挪开了视线。我这不是怕你跟妈不和，想早点搬出去吗？我一把抱住他，我就知道老公最为我着想。我已经在外边租好房子了，等着你跟我一起搬过去。说完，我指了指后边的行李，我已经全部收拾好了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我拉上了车。
出门时，我听到了婆婆破口大骂的声音，但婆婆肯定想不到，我临走前送了她一份大礼。在小区的情报组织里，我已经把她刻薄我的事哭诉出去了，很多老太太都表示对我的同情。婆婆平时人品就不好，现在更是没人愿意搭理她了。估计她还纳闷怎么回事呢。去出租房的期间，马欣一直问我住在哪儿，我都说得含糊不清。要是让他知道我和他的另一个老婆住在同一个小区、同一栋楼，不知道会有多精彩。到了目的地之后，他就开始试图说服我回家住。老公，我真不想回去吗？而且我已经交了半年的租金了，退不了。老公，你对我最好了，我不想再跟婆婆吵架了。一旁的搬家师傅也是帮着我说话。人小姑娘愿意租房子住就很不错了，现在谁想跟婆婆住在一起？马欣拉不下面子，只要硬着头皮和我一起进去，越到后面她脸色越差。保安亭里的保安看到她也是一脸吃瓜的表情，马上跟何娜说，这个男人把2个情妇都养在同一个小区。我看到何娜给我分享的消息之后，笑岔气了。怎么笑得那么开心？娜娜给我分享了一个很搞笑的视频。我关掉手机，挽着她的手靠得很近，我能感觉到她身体中那股紧张的劲，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没过多久，她就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虽然她马上就走到了另一边，但我还是听到了电话那头女人着急的声音。她脸色很着急，公司出了点事，我要去处理一下，你可以等我回来收拾。你看，这就是男人，两边都想兼顾。我乖巧地点点头，让他注意身体。没一会儿，我又收到了何娜的信息，是保安发给他的视频。马欣抱着他的儿子，后边跟着女人走得很着急。我给何娜打了电话过去，听见何娜已经笑疯了。你可不知道保安给我说的有多精彩，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，就让他们去做个烂人吧。他儿子发高烧了，我们要不要去慰问一下？何娜幸灾乐祸地说道。今天不用去，我相信很快我们4个就能见面的。我选择搬到这儿来，就已经有了打算。一晚上马欣都没回来，我也没有问他。翻出了按在婆婆家针孔摄像头录到的视频，却发现那个女人和男孩也在家里，真是可笑。我一走就把人迎了回来，他们的对话更是让我看清楚了他们的嘴角，句句都是利用我，还妄想得到我家的公司。一开始接近我就是带有目的。第2天，我让他在家里陪我，他很不情愿。由于1天1夜没能睡觉，已经疲惫不堪，但耐不住我闹小脾气。我们去楼下逛逛吧。说完，我就拉着他下楼了。因为何娜告诉我，她和那个女人就在楼下散步，当然是要去偶遇了。我和何娜随时分享对方的位置，而马欣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。没过多久，我们就正面相遇了。小男孩一看到马欣就冲上来叫爸爸，此刻大家脸上都很尴尬。马欣反应很快，连忙推开男孩。我可没有喜当爹。女人见状也把男孩拉了回来，蹲下身给小男孩说，这不是爸爸，只是和爸爸长得很像而已。很显然女人认识我，知道我的存在，而且也知道马欣那一家的计划，不然早就带着孩子上门讨公道了。我可真是个怨种，我觉得他就是。小男孩还没说完，就被女人用手捂住。不好意思啊，确实和孩子爸长得很像，孩子还小，容易认错人。我笑着捶了一下马欣的胸口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瞒着我搞外遇了呢。何娜也附和道，不过跟你老公确实很像。马欣拉着我想要离开，何娜一把拉住我。我说马欣，我和小小都那么久没见了，还没说话就要走啊？你们认识？女人很惊讶。对呀，他是我朋友。
要不是了解马欣的为人，还真的以为她脚踏两条船呢。何娜噗呲一声笑了出来，这句话就是在点他们。不远处，我看见婆婆站在那儿，我可不想让她错过这部家庭伦理大剧，小跑着把她拽过来。妈，你怎么也来这儿了？我挽着她的手不松开，婆婆脸色都绿了。现场除了我和何娜在看热闹以外，他们三个都尴尬地说不出话。小男孩更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爸爸叫另外一个女人老婆。妈，我问你呢，你拿着只鸡不是给我的吧？我又问了一遍，他的老母鸡根本不会舍得给我吃，估计是想拿个宝贝孙子。要不是那个女生将小男孩死死抱住，怕就是早就叫我婆婆奶奶了。我是拿给你们的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婆婆当然只能这样说。我好好感谢了她一番，就转身上楼。今天不是与他们撕破脸的时候，我要慢慢的让他们身败名裂。不出所料，小区里很快就传出了小三的八卦，已经精准到了谁是小三。要不是保安也爱八卦，这消息也不会传播的那么快。何娜连夜在小区里拉了横幅，上面精确到了门牌号和名字。小区里也有很多人来询问我这个八卦。我边哭边说，我还不想和老公闹翻，我该怎么办？傻妹妹，这种男人就该把他碎尸万段，你可不要失去了脑子，他能出轨一个就会有第二个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，我的样子很无辜，哭起来都让人心疼。女人气急败坏地找到我，你才是小三，我和马欣可是青梅竹马，要不是你有钱，他怎么会看上你？我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。我和他有结婚证，你有什么？有个娃还是私生子？我将私生子三个字咬得很重，他已经顾不得自己怎么样了，冲上来就要打我。旁边的人自是看不下去，都挡在我前面，但我可不是吃素的，直接走到他的前面，拉住了他的头发，用力一甩，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我扔在地上。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还有很多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举起手机就是拍，反正都准备撕破脸了。我也不怕他们拍到，我一脸平静。我不管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，现在他和我在同一个户口本上，你就是小三，我不是。女人疯狂摇头，她哭的模样还真叫人心疼。对哦，你不是，我才是小三。马欣娶我就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富裕的生活，你这是什么吗？这是骗婚。我不是傻子，我想很快你们就活不了这种生活了，信息量太大，吃瓜群众更加站不住了。何娜站在人群中讲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马欣知道这件事后，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在家急得团团转。我一回家，他就马上跪在我的面前，老婆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想过跟他断了。可是他毕竟有我的孩子，你圣母心泛滥，怎么不把乐山大佛搬走你去坐坐？我嫌弃地踹了他一脚，演了那么多天戏，可把我恶心坏了。老婆，我最爱的是你呀，我对你难道不好吗？我们6年的感情，马欣一口气说了一大堆，妄想打感情牌，我很像傻子吗？那你可太爱我了，跑去给别人生孩子。马欣自知理亏，突然上前掐住我的脖子，眼睛猩红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我脖子生疼，快要喘不过气，却也没想过要服输，冷着眼盯着他。那你掐死我好了，下辈子你就等着发烂吧。我能感觉他颤抖的手，等他松开后，我就报了警。警察来时，我头发凌乱，躲在角落里哭泣。你别他妈装了！马欣知道我在耍他，想冲过来打我，被警察拦住，戴上了手铐。女警察安抚我的情绪，我眼里闪着泪光，怯弱地说道：“我可不可以起诉他？”当然可以，有任何需要，我们都会帮你。
临走前，马欣还在破口大骂，而她不知道的是，我从婆婆那儿得到了一个惊天大消息，他们早就预谋好抢我的财产。婚前我妈给了我不少钱，都放在我的卡里，要是我意外出事了，那些东西就都是马欣的了。他们果然想害我，我不敢想象，要是我没发现，会死得多么憋屈。视频和音频我都保存好了，这些就会成为他们预谋杀人的证据。虽然判不了死刑，但有什么比生不如死更让人痛苦呢？他们不怕犯法。何娜得知这件事后，激动地撸起袖子就要冲出去，我连忙拉住她。我们没必要给自己找不痛快。DNA 鉴定好了吗？鉴定好了，就是马欣的亲儿子。何娜将文件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，桌子上的杯子都被弹了起来。我看上去很有钱的样子吗？确实像。我笑得很无奈。和马欣在一起，我已经降低了消费水准，却还是被他盯上了。小小，任何事我都陪你一起扛。何娜说的一脸严肃，像是要奔赴战场，还得是闺蜜。老公只想骗我钱，虽然马欣被抓走了，但很快就被保释出来，对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影响。那个女人也被他藏了起来，可我不会让他这么好过。骗婚的事当然要传到他的公司里。见到我时，马欣的眼神巴不得要杀了我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是你想怎么样？骗我很好玩吗？我冷笑一声，你做的烂事很快就人尽皆知了，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。从开始的愤怒到现在的平静，我都预想了很多，就当这些年的感情都喂狗吃了。上诉的流程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开庭时我将所有证据都放了出来，有婆婆第一日给我下马威的视频，有小三找我挑衅的视频，还有他们想害我的视频。这些视频都成了我的保护伞，在网上发酵得很快。由于他们的谋杀并未实行，定不了罪。马欣以骗婚罪的罪名坐牢，小三和婆婆成为过街老鼠。小三受不了这种生活，把儿子丢给老太婆就跑路了。小叔子觉得丢人，把老小区的房子卖了，拿着家里所有财产也跑了。不过就凭小叔子的人品，他很快就能把钱败光，灰溜溜的回来。果不其然，1年后，钱婆婆和钱公公带着他们的宝贝孙子找到了我，看样子翻了很久的垃圾，哭着要我对他们负责，让我给小叔子安排工作。我看到小叔子左手少的那一根手指，大概知道他经历了什么。我没搭理，让保安把他们赶了出去。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，未来有无限美好，而他们只会过着腐烂的余生，直到死亡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我和周洋从校服到婚纱，10年爱情长跑后，我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婚后不久，我们就有了一个女儿。怀孕前，婆婆拍着胸脯说让我尽管生，生完以后她全包，我只要安心养身体就行。我信了，没想到我快到预产期了，她才和我说不能来照顾我。她说大姑姐家的孩子太闹腾，她要帮大姑姐看孩子，让我找我妈来帮忙。我妈知道后，急匆匆赶了过来，到家里照顾怀孕的我。这一照顾就是4年。婆婆去帮衬大姑姐，我也是赞成的。大姑姐离婚后，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，这种艰难的时候，自己的妈妈帮衬一把也是应该的。况且周洋和他姐姐关系一直很好，他也一直明里暗里给我灌输他姐过得多艰难。可是我的体谅却成了他们母女俩不断得寸进尺的由头。因为一直是我妈带孩子，所以孩子和婆婆不亲。婆婆急了，她在大姑姐的怂恿下，给女儿买零食、买冷饮，买各种平时我严格控制的东西，又哄她看奶奶多好，你想吃什么奶奶就给你买什么。
你妈和你姥姥什么都舍不得买给你吃，可是女儿从出生起就有严重的肠结节，每次发作的时候，轻则腹痛呕吐，炎症加重的时候还会高烧不退。所以我和我妈一直遵医嘱，严格控制她的饮食。我们实在不忍心看到小小的她忍受疼痛的样子。女儿因此对我妈和我恶语相向：你们两个坏人，又抠门又坏，我和奶奶爸爸才是一家人，你们不要住在我们家里，我讨厌你们。周阳在一旁也跟着抱怨：你和岳母就是管得太严了，孩子小，管太严容易有逆反心理。我和我姐小时候都是我妈赡养的，不也长这么大了？大姑姐在一旁跟着帮腔：胡心啊，你就是小题大做，我也是当妈的，小孩子还是养糙一点好，要不然容易生病。我妈是月儿亲奶奶，还能故意害她不成？婆婆在一旁委屈地直抹眼泪，反复诉说自己是心疼孩子，舍不得孩子受苦，合着这个家里就我妈和我是坏人。我看着这团结的一家人，微笑着说：你们说的也有道理，确实是我太小题大做了，看来还是婆婆厉害，毕竟带大了你们姐弟俩呢。我也要向婆婆学习，该放手就放手，小孩子嘛，养糙一点好带。我这就跟我妈说，让她安心和小姨一起去旅游，今天不用回来了，咱们家以后也用不到她了，家里有婆婆在就够了。不等他们表态，我立刻当着他们的面给小姨打了电话，让她带着我妈好好玩玩。这几年我妈为了帮我带孩子，一次远门也没有出过。以前她最喜欢和小姨一起到处去旅游的。周阳没想到我会直接把他们的后路截断，脸上挂着尴尬的笑：胡心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看月儿忍得也很难受，妈这几年确实很辛苦，但是家里离不开。你说的对，妈确实很辛苦，应该多玩几天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到。我不等他说完，立马打断他，然后给我妈和小姨报了个豪华大西北旅游团。妈这几年帮我们带孩子，没时间去旅游，既然她那么辛苦，让她多放松几天吧，玩好了再回来。她想去西北很久了，这个钱也该我们出。于是当天下午，我妈和小姨就坐上了去大草原的飞机。送完我妈他们，我回到家，家里的氛围立马变了。他们看着我的眼神，仿佛我是一个外来者，打扰了他们的兴致。女儿抱着薯片腻在婆婆怀里，见我进门，小脸一扭，重重的哼了一声。大姑姐家的小胖子用玩具枪对着我一边掰别掰地叫着，一边喊着：打倒坏女人！女儿还在旁边给他拍手助兴。我挑眉，站在一边等着看标榜自己擅长教导孩子的大姑姐怎么处理。我盯了她好一会，大姑姐才做恍然大悟道：你看这孩子没点规矩，我等下好好教训他。见我没理会他，他又开枪：胡心，你不会跟小孩一般见识吧？大宝跟你闹着玩呢。我扯扯唇，无所谓的笑了一下，反手找了个皮筋，重重地弹在小胖子的脸上，疼得他嗷嗷大哭。我也耸耸肩，对着大姑姐笑：哦，我也跟他闹着玩呢。女儿看到后就往婆婆身后躲，还嚷嚷着：坏女人打人了，快把她赶出去。我面上不显，心里却一阵刺痛。这就是我宝贝了4年的女儿，这就是1年前还腻在我怀里说最爱妈妈的女儿。周阳听到后，沉着脸让女儿和我道歉。婆婆把女儿护在胸前，念叨着小孩子懂什么。我看着对婆婆如沐之情更甚的女儿，转身进卧室关上门，隔绝门外让我心堵的一家人。我靠在门边，听着门外婆婆和大姑姐一唱一和地数落我，而我的丈夫却始终一言不发，没有为我辩解一句。
我自嘲地笑了笑，一边收拾东西，一边思考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。生完孩子的前3年，有我妈的帮衬。我和周阳虽然偶有口角之争，但是家里的整体氛围一直是温馨又温暖的。自从月儿要上幼儿园，婆婆和大姑姐也带着孩子在我们小区租了一套房子。大姑姐的户口不在这里，为了她家孩子上学，周阳把大宝迁到了我们的户口上。我知道的时候是有点生气的，不是气他帮大姑姐家的孩子迁户口，而是在这件事中他摆明不信任我。如果他如实的和我说，我也不会反对。为了这事，我们冷战了几天，最后还是我妈劝我一家人不要计较太多，家和万事兴。可是在此之前，我们相濡以沫10多年，无论做什么决定都是有商有量的。这是第一次周阳选择瞒着我，站在了他妈和他姐那边。去年女儿和大姑姐家的大宝一起上了幼儿园，婆婆和大姑姐借着住得近的由头，3、5不时地往我家跑，打着来看女儿的名义，经常来蹭饭。我上班忙，中午几乎不回家，我妈也没和我说过，还是我偶然在监控里看到。我妈在厨房忙碌，婆婆和大姑姐翘着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我回到家追问了好久，我妈才语焉不详地说，这样的事情也就发生过几次。我了解我妈，她一直信奉家和万事兴，从来不愿意我家在中间为难。婆婆和大姑姐肯定不止来过几次。当天晚上我就发了一通火，让周阳告诉他们工作日不要往我家跑，孩子中午又不回家。我妈不是他们的免费保姆，就是这件事让婆婆和大姑姐记恨上了我，同时也让周阳和我之间的感情隔阂进一步扩大。他们消停一段时间之后，又想出了新的幺蛾子，用零食和冷饮离间女儿和我们的关系。小孩子贪嘴又好哄，再加上有周阳助攻，女儿很快就被他们哄得服服帖帖了。收拾完东西，我打开房门，看着婆婆和大姑姐，说完了吗？没说完就继续。编排人有种就当着人的面说，背后嚼舌根的那是长舌妇。婆婆和大姑姐讪讪地闭了嘴。周阳见我下了他妈和他姐的面子，恼怒地说，胡心，你注意一下态度，我妈和我姐好心来看月儿，你有必要说话带刺吗？况且我妈说的也有道理，你对月儿只有管教，她不愿意亲近你，还是你陪她太少了。正好你妈这几天不在家，你多陪陪她，她就跟你亲了。我妈前脚刚走，他们就开始算计我了，合着就他们忙，能为社会做贡献。现在一家人已经默认把看孩子的重任落到我头上了。可是我也要上班，我也有自己的事业。我看了女儿一眼，叹了口气，惋惜道，太不凑巧了，我也想好好带月儿玩几天，可是没办法，分公司那边出了点问题，临时通知要我去出差，我可能好几天回不来。反正现在是暑假，婆婆和大姑姐也没事，月儿不是最喜欢奶奶了吗？肯定更希望奶奶多陪陪她。说完，我转身走进房间，提出已经收拾好的行李，听说我要出差。周阳不乐意了，怎么这么突然？月儿每天都是跟你睡的，你这一走几天，她会不习惯的。虽然平时是我妈帮我照顾孩子的起居，但是晚上一般都是我自己带孩子睡，就算白天工作再辛苦，晚上我也坚持陪孩子，就是希望自己能在女儿的成长道路上不要缺席。我抬眼看去，月儿看了我一眼，又扭头钻进婆婆的怀里，一副等着我服软去哄她的表情。婆婆一脸得意地看着我，哪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，月儿跟奶奶亲，
晚上就跟奶奶睡。大姑姐也对周阳说，小孩子适应力很强的，离了谁都能过，咱妈你还不放心吗？她可是带孩子得到一把好手。我没有再搭理他们，只是嘱咐周阳控制好月儿吃零食和冷饮的量，别把肠结节搞复发了。说完就提着行李直接出了门。我知道对于我说的这些，周阳是不会放在心上的，他从来都不会和他妈对抗，也不会对他姐冷言相向。毕竟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一辈子对妈妈姐姐好，他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他不是不知道女儿不能吃这些，不是不知道女儿发病起来有多难受，但是他选择的天平永远都是倾斜在婆婆和大姑姐那边。零食冷饮能增进女儿和婆婆之间的感情，周阳巴不得女儿和婆婆更亲，又怎么会把女儿的肠结节放在心上？以前我们和婆婆离得远，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，每次见面她对我都是嘘寒问暖。我曾经无比庆幸遇到了一个好相处的婆婆，直到她和大姑姐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中，我才发现曾经的自己有多么天真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我不止一次因为婆婆乱给女儿吃东西而和他们产生争执，换来的却是周阳和女儿对我妈和我更深的成见。我妈本就没有义务一定要帮我带孩子，她只是作为妈妈心疼自己的女儿，在我最难的时候选择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来帮衬我。为了我的小家庭和谐，一次次受了委屈往肚里咽，不愿意我夹在中间难做。可是我不只是周月儿的妈妈，我还是我自己，我还是我妈妈的女儿。月儿不只是我的孩子，也是周阳的孩子。作为父亲可以失职不管不问，作为母亲就不能任性一次吗？现在我妈妈受了委屈，而我也被女儿怨怼。既然这样，我为什么还要在这段婚姻里委曲求全？我打了车去公司，接着坐上了公司的车，赶往另一个城市。分公司出的纰漏不小，一下车我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以求完美解决问题，可以拿更多奖金。等我忙完才反应过来，整整3天，周阳都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。他每天晚上固定时间给我发信息，一溜的复制粘贴，告诉我月儿吃得好睡得好，不挑食不闹人，很听奶奶的话，让我不要担心，摆明了在点我。他妈带孩子有多好，女儿被奶奶一带，养成的坏毛病都没有了，就差没直接说我和我妈带孩子矫情。虽然气得不行，但我还是忍住了，没有主动给他们打电话。在婆婆不限量的零食和冷饮下，女儿当然不挑食了。这几天吃到的零食冷饮估计比之前几年都多。周阳就纵容他妈这样养孩子，心安理得地用假象欺骗自己。我更加投入的工作，努力争取这2天就收尾掉。没想到当天晚上，周阳就给我打来电话，说月儿肚子疼，问我平时给她热敷的暖水袋在哪。我说了暖水袋的位置，没有多问一句就挂断了电话。半夜的时候，周阳又一次打来电话，言语中已经染上了慌张，背景音里是婆婆的抱怨和月儿的哭闹，边哭边呕吐的声音传到我这边。这种程度已经不是肠结节轻微复发的症状了。周阳终于服软了。胡鑫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暖水袋也不管用了。我散漫地回他，慌什么？你不是让我学婆婆该放手就放手吗？你们几个大人还照顾不好一个孩子吗？有病就去医院呐，我又不是医生。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周阳那边应该也是在憋着一股气，没有再联系我。等我彻底结束这边的工作，回到家已经是5天后了。我打开门，家里没人，客厅里散落着各种垃圾袋，
餐桌上堆满了外卖盒子，我叫了个钟点工来打扫卫生，换了身衣服后，才给周阳打电话。你们在哪？周阳疲惫的声音传来。在医院，儿科502病房。我赶到医院，进了病房，一眼就看到女儿小小的身影躺在病床上输液，我的心顿时揪成一团。我强忍着心酸走进病床，女儿还在睡，圆润的小脸苍白没有血色。感受到有人靠近，周阳胡子拉碴地抬起头，看到是我，抹了一把脸，平静地说：“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，他就是有点发烧拉肚子，现在已经好了，等下输完液就能办出院了。他之前也没少这样，打个吊水消炎就好了。”周阳还在为婆婆开脱，怕我因此怪罪婆婆没看好孩子。周阳说完，心虚地看了我一眼，以为我会追根究底。女儿也醒了，看到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就心虚地低下头，可能是怕我念叨她。然而我并没有如他们所愿，紧张地问东问西。我淡淡地说：“没事就好，你继续看着他吧。我公司那边还有点事，我先回去处理一下。”周阳一愣，显然对我要离开不可置信。我问道：“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吗？”他犹豫了一会，还是开了口：“你妈什么时候回来？月儿之前肚子疼都是她帮着缓解的，她有经验。你看你又这么忙，你能不能打电话让你妈早点回来？”女儿也在一旁抽抽噎噎地说：“想姥姥了。”我抱着手臂，看着眼前一起跟我打亲情牌的父女俩，没来由地涌起一阵烦躁。我看向周阳：“怎么，你不是说你妈会带孩子吗？她把你和你姐带这么好，现在是不愿意帮你带女儿了？”周阳垂下眼，一言不发。婆婆不知道听进去多少，进来就接过话头：“胡鑫，不是我说你妈，把小孩养得这么娇气，动不动就生病，这么难带。你看大宝壮得跟小牛犊似的，多好带。”我翻了个白眼：“所以呢，不是你要带孩子吗？不是你说月儿和你不亲吗？现在正好有机会可以培养你们的祖孙情，你又不愿意了，别什么都怪到我妈身上。我妈天天换着花样，辛苦地给孩子做营养餐，到头来还落不着好，上下嘴皮一翻，你就成好奶奶了。正好我打算和周阳离婚，以后孩子就是你带了，这下可以成全你立的好奶奶人设了。”婆婆瞪着眼睛：“你要离婚？你能找到我儿子这样的，是你烧高香了。我们家都不嫌弃你只生一个闺女，你还要离婚？你30好几的人了，离婚以后还有谁会要你？再结婚，你这把年纪还能不能生出来都是个问题。早就和你说，女人要顾家，连孩子都照顾不好，算什么女人？”我悠悠地看向她：“所以说了这么多，你就是不打算帮你儿子带孩子，是这个意思吧？”婆婆一脸受伤地对周阳说：“儿子，你别听胡鑫瞎说，妈怎么会不愿意帮你带孩子呢？只是我还要带大宝，如果你们舍得，就让我把月儿带走，2个孩子我一起带。”婆婆一直以来就是这一招，她笃定我舍不得孩子，以为孩子就是我的软肋，一次次用孩子拿捏我。我之前确实舍不得她把女儿带走，尤其是大姑姐家的孩子就是个小霸王，一不如意就要动手。女儿跟她比起来，身量小了一圈，女儿也有点怕这个小表哥。每次他们一起玩的时候，我都心惊胆战，生怕女儿被欺负。婆婆看我没有表态，以为自己又占了上风。你们要是舍得，一会月儿出院我就把她带走，我带她和大宝一起回乡下待1个月。你姐最近在找工作，也顾不上我们。女儿闻言抬头希冀地看向我，以为我会像之前一样把她搂在怀里好好安慰。我走过去摸摸她的头，婆婆咧开嘴：“看吧，我就说你舍不得。
我把女儿的头发理顺，不要哭，你不是最喜欢奶奶了吗？姥姥坏不给你吃零食，以后你就不用再见姥姥了。你不是想要跟奶奶一起生活吗？这次你如愿了，以后你天天都能吃零食喝冷饮，这下开心了吧？我说完，他们三人都愣了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。他们以为我对孩子的紧张程度是不可能同意婆婆带孩子回乡下的。婆婆一时骑虎难下，把希望放在周阳身上。儿子，你看，你肯定舍不得月儿跟我回乡下受苦，对吧？可是周阳只是支吾着不表态，他当然表不了。之前为了拿捏我，他可是说过，只要我同意，他就不会反对婆婆带孩子回乡下。周阳歉疚地看着女儿，脸色变换了一阵，才说自己同意孩子和奶奶一起回乡下。这下轮到女儿不同意了，她不愿意回乡下，哇哇大哭着让奶奶留在家里陪她。既然到这一步了，他们不走也得走。我火速帮婆婆订好车票，交代他们一番就离开了病房。我不知道他们三人是怎么沟通的，最终婆婆还是带着女儿和大宝一起回了乡下。婆婆想让周阳给我妈打电话，让我妈继续回来带孩子，可是周阳哪有这个脸？婆婆不得不连拖带拉的把2个哭闹的孩子带走了。接下来就是解决我和周阳之间的事了。我摆明立场，坚决要离婚，并且放弃抚养权。尽管周阳伏低做小弟和我做各种保证，我依旧不松口。我直接和他说，如果明天不去登记，我就会起诉离婚，到时候难堪的人绝对不是我。周阳落荒而逃。第二天，他是和大姑姐一起出现的，看来是去搬救兵了。大姑姐进门就往沙发上一靠，斜睨着我：“胡心，你又做什么？你是对妈有意见，还是对我有意见？你至于这样折腾周阳吗？妈是没帮你带孩子，那是因为你亲妈能帮你带。况且婆婆也没有给儿媳妇带孩子的义务吧？去年我妈来了，想帮你带，你又看不上，你还嫌她带的不好，这不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吗？妈刚带着孩子回去，你就要离婚给她添堵，你作为儿媳妇，这样合适吗？想到她这几年的骚操作，我也懒得骂她，只回了她一句：关你屁事。我拿起文件袋，招呼周阳：走吧，先去登记。我说过，我没耐心，你今天不去，我就直接起诉了。大姑姐还想说什么，被周阳制止了。我和周阳登记完回到家，我问他，离婚协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周阳祈求地看着我：胡心，我们能不能不离婚？月儿那么小，你忍心让她失去一个完整的家吗？况且我们之前那么相爱，我也没有犯任何原则性的错误，仅仅是因为我妈和我姐，你就要和我离婚吗？我冷笑道：之前用孩子拿捏我的时候，你怎么就忍心了呢？孩子一步步变成这样，不都是你们纵容的吗？你也知道是因为你妈和你姐，你其实什么都知道，知道我的委屈，知道你的懦弱，但是你还是愿意站在他们那边。是你先辜负我的，你放弃了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你的天平永远倾斜在你妈和你姐那边，你还把女儿也带得和你一样。既然她觉得我和我妈是坏人，你们一家是好人，那你们就一起好好过吧。我退出你们的生活，最后我们不欢而散。为了避免多生事端，我住进了公司宿舍，只等时间一到就去领离婚证。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，不到1周，周阳就接到乡下亲戚的电话，婆婆拍视频扭得太厉害摔倒了，正好磕在石板上，2个膝盖骨都磕碎了，需要立马做手术取出碎掉的骨头。婆婆摔了后，周阳火急火燎地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来帮着带孩子。她和大姑姐要照顾婆婆做手术，
于情于理这是我避免不掉的。况且我觉得1周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也该去看看女儿了。我刚进门，就看到周阳在客厅里转来转去，看到我，他交代我看好孩子，扭头就往门外冲去。时隔7天，我终于见到了女儿，只一眼我的眼泪就落了下来。女儿浑身脏兮兮的，身上套着肥大的背心，罩着小小的身体，露出来的手臂和腿上布满了蚊子叮咬后的包，被指甲抓出一道道血印子。她看到我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：“妈妈，我好想你，我想回家。”小小的人儿慢慢地贴近我，我的眼泪彻底决堤。我一把把她搂进怀里，她也伸出手臂拥抱我。女儿紧紧抱着我，我安抚了好久，她才愿意松开，同意我帮她洗澡。期间大宝一直试图骚扰女儿，想要引起我们的注意。在他又一次拿玩具往我们这边丢的时候，我已经顾不上迁怒不迁怒了，我直接瞪着他，厉声道：“老实坐好，再扔东西我就把你扔出去。”我给女儿洗了热水澡，清理完身上的抓伤，哄着她睡觉。她一直紧紧抱着我的手臂，很久很久才睡着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姑姐就黑着脸把大宝接走了。周阳也打电话让我去医院看望婆婆，就算她不说，我也会去看看什么情况的。我妈已经回来了，我把女儿送到我妈家，跟我妈简单说了下情况，就去了医院。婆婆双腿膝盖上缠着厚厚的纱布，整个人直挺挺躺在病床上，手上还在输着液。我刚把买的水果放在床头，婆婆就恨恨地看着我：“我的命真苦啊！要不是帮你带孩子，我会回乡下吗？不回去，我就不会摔成这样了。你倒好，不说来伺候我，还等到现在才来医院看我，你有没有良心？”我挑眉看了一眼周阳，没想到他居然一副认同婆婆的样子，我真他妈要被气笑了。这是什么绝世奇葩的一家人，就被倒霉的我水灵灵的碰上了。我白了他们一眼，别什么锅都往我头上扣。你院子里有监控，周阳没告诉你吗？我又不瞎，你不是和你那一帮小姐妹拍视频抢 C 位扭得太厉害才摔成这样的吗？感情你们家遇见好事全是自己的福报，遇见坏事全是别人的锅，可真够双标的。周阳到底没有那么无耻，他脸涨得通红。胡鑫，你少说2句，妈这正难受着呢。我反唇相讥，他难受是我造成的吗？他难受就要别人和他一起不痛快，哪来这么大脸？我和你们话不投机，你们继续母慈子孝吧。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接下来小半个月，婆婆一直在医院治疗，周阳几乎是住在医院的状态。她的年假已经快用完了，可是婆婆还需要再住1周才能出院。白天大姑姐在医院看着，晚上周阳在医院守夜，这是正常的。他们是婆婆的孩子，自己妈住院了，这是他们应该做的。离谱的是，婆婆在确定自己还要在床上躺3个月才能拆钉后，开始作妖了，和去看望她的亲戚们诉苦，说我作为儿媳妇没有去医院照顾她，然后发动她家的亲戚们来讨伐我。我微微一笑，等的就是你们。在几个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亲戚轮番说教完之后，我打开客厅里的投影，开始播放我熬了1个通宵找出来的视频。视频里，婆婆叉着腰给周阳打电话：“儿子，你赶紧趁着你丈母娘能干生个2胎，让她出钱出力，最好忽悠你岳母给孩子买套房子，还有你岳母住的那套房子，让胡鑫哄哄他妈把房子过户给他。他爸死得早，他又是独生女，反正到最后都是他的。先把房子和钱搞到手再说，就算你们以后过不下去了，东西你也能分一半。
周阳在旁边看到这一幕，已经无地自容了。他没想到他妈背后的算计被监控记录得清清楚楚。这一刻，我相信他还是有羞耻心的，甚至我猜测电话里他也没有附和他妈。不说别的，我对我自己的眼光还是有信心的。我不至于和一个人渣能过这么多年。可是他就算没有附和他妈，他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妈的照顾，甚至觉得我妈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。接下来一幕是婆婆和她的几个闺蜜在聊天，她神情得意道：“我有儿有女，不需要将就一个外人。我不给她带孩子，老了也不用她伺候我，主打一个公平。我们就是陌生人，谁也别占谁的便宜。”然后就是我婆婆摔倒全过程的视频了。看完所有视频的亲戚们，我特意对视频中出现的一个阿姨说：“阿姨您看，我婆婆说这话的时候你也在场，我现在不就是按照她的意思办的吗？你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来一趟是为了什么呢？”亲戚们气势汹汹而来，被真相噎到灰溜溜的落荒而逃。眼见亲戚们在我这吃了瘪，没达到目的，婆婆出院前又发大招了。大姑姐跟周阳商量，让婆婆来我们家养病，说她一个人分身乏术。婆婆也表示要来儿子家住，周阳来找我商量，我一口答应。好啊，你妈跟你住一起天经地义，但是你要跟我一起去把离婚证领了。周阳还是不愿意离婚，真的要这样吗？我们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吗？我毫不犹豫地点头，这是目前的最优解。你妈以后都会落下病根，身边却不得人照顾，而我肯定是不会照顾她的。况且我们都撕破脸了，你确定我在家会善待她？周阳支支吾吾地说。我想了一下，你妈已经退休了，也没事做，让你妈来帮衬一下咱家。我和我姐可以付钱。我直接怒了，周阳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全世界都要围着你们一家人转是吗？之前你也说我妈来带月儿，我们给她工资，可是你给我妈赚过1分钱了吗？我妈甚至还倒贴退休工资给我们，现在你妈不能动了，你还有脸打我妈的主意？你在想屁吃呢？周阳被我对得哑口无言。可能他也觉得这样实在是不地道，最后也没和我多做纠缠。婆婆还是被周阳接到了家里，她想和我打太极，不愿意离婚。我直接和她表明，我不怕耗，更不介意去她单位闹得人尽皆知。周阳不像我在私企无所谓这些，他在单位里好面子，怕我真把他们一家的奇葩事捅露出去。她最后还是同意了离婚，并听婆婆的放弃了女儿的抚养权。她说她愿意支付每个月2000的抚养费，直到女儿成年，财产很好分割。我们共同出资购买的一套房，房子估完价，她把一半的房钱打给了我。我们没有车，也没什么共同财产，女儿的抚养权给了我。我把女儿的户口迁到我和我妈的户口本上时，这件事总算是尘埃落定了。我妈和我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其实最开始我和周阳提离婚的时候，就没想过放弃女儿的抚养权，只是他们习惯了用女儿拿捏我，认定我为了女儿可以无条件妥协，一次次试探我的底线。从婆婆第一次给女儿吃零食冷饮，导致女儿肠结节发作，周阳替婆婆开脱，并指责我妈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了。但是离婚之后，女儿要怎么办呢？女儿如果跟了爸爸，就避免不了被婆婆带的命运。婆婆那种人，我怎么忍心把自己拼命生下来的孩子交给她？所以我必须筹谋，想办法争取到女儿的抚养权。可是周阳有正式工作，对女儿还算上心，也没有不良嗜好，我只能想办法让他主动放弃抚养权。生活不是爽文，
成年人之间想要达到目的，避免不了要进行博弈，于是我才装作不在意女儿的样子。只有这样，他们一家才会权衡，要抚养权的利弊。婆婆摔伤算是意外之喜了，他们一家根本分不出额外的精力去照顾一个4岁的孩子。我就这样一步步走向最初定下的目标。我妈那边我也早就和她说好了，所以就算她已经回来了，婆婆他们也不知道。他们以为我妈在外面玩那么久是不想帮我带孩子，他们认为我也想早点摆脱掉女儿。我还在婆婆病房外故意打电话让她听到。真的吗？你给我介绍这么优质的男人，我当然要去见见了。放心啦，我不会要孩子，谁愿意带个拖油瓶再婚呢？我想要孩子再生一个就是了。只有让婆婆听到这些，她才能帮我添一把火，孝顺的周阳才会爽快地同意把女儿给我。历时1个多月，我和周阳终于领到了离婚证，女儿也已经开学。为了方便接送，我把女儿转到我妈家附近的幼儿园。女儿在新幼儿园适应良好，生活渐渐归于平静。由于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，帮公司签了好几个大单，现在我的工资涨了1倍，职位也升了1级，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我没想到还会偶遇前婆婆，她拄着拐在马路边和一个妇人争吵，大意就是凭什么看不上她儿子之类的。看来是周阳相亲的事，只是周阳的相亲之路好像不太顺利。他们一直以为养家糊口的是周阳，其实就他那点死工资，除去他的应酬外，连房贷都不够。这几年家庭开支主要都是靠我，被他们一直嫌弃没有体面工作的我。没有了我的贴补，老太太连件像样的新衣服也没有了。从之前朋友那里听说，周阳姐姐带着孩子也搬去和他们一起住了，美其名曰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。现在周阳一个人挣钱养着一家4口，还要支付女儿的抚养费，下班时间都要兼职送外卖补贴家用。只要稍微打听一下就能知道的家庭情况，谁会愿意自己家姑娘往这么个大火坑里跳？没想到钱婆婆眼尖看到了我，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。我礼貌地对她笑笑，不知道她怎么解读的，居然恬不知耻地问我要不要和周阳复婚。你看你一个单身女人带个孩子，过得也不容易吧？老婆子我心善，愿意让我儿子再接纳你。我儿子这么好的条件，你上哪还能找到？我一整个震惊住了，无语至极。这是哪来的脸？我直接呛他：阿姨，就算大白天做梦，也别在马路牙子上做呀，高低得回家躺倒了再做梦才合适吧？你也别杵这了，挡着我的路了。我从他身边走过，也走出了曾经让我狼狈不堪的泥潭。我终于完全摆脱周阳和趴在他身上吸血的家人了，没有他们拖后腿，我钱都攒了不少。我休了年假，带着我妈和女儿一起去旅游，这是我们祖孙3人第一次一起出游。我足足做了2天的攻略，我带着他们一起去昆明捏紫桃，一起去潮汕吃牛肉火锅，去广东吃早茶，去陵水踩沙滩。我用相机记录下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，旅途中洒满了我们祖孙3人的欢声笑语。我潜移默化地告诉女儿一些道理。离婚后，在我妈的精心照料下，她常节节一次也没有复发。她的每一天都是崭新又快乐的。在海边，女儿红着脸搂着我妈，小声地说：对不起，姥姥，你一点也不坏，你是最好的姥姥。之前是我做错了，不应该和你发脾气。我看到我妈背过身，悄悄地擦了擦眼泪。孩子小的时候，3观还没形成，做父母的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他成长，教会他明辨是非，
孩子短暂的走歪也没有关系，我们要做的是继续好好引导他，重新往正确的道路上往前走，给他良好的环境、合适的教导，帮他树立正确的三观。终有一天，他会成为最好的自己。